我宣布，陆希月女士和孟浩先生的订婚圆满完成。等一下。啊！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们穿身丧服什么意思啊？为了庆祝陆小姐与孟先生订婚大喜，沈淑女士特送骨灰盒2，花圈100个，祝2位今生所死，携手共赴黄泉。2位请签收。沈叔4年前就死了，说是谁陪你们来这触我没处的？姐姐，今天是你4周年忌日，我送这对狗男女的礼物，你还满意吗？沈叔，把你的手废了，看你还怎么当你的大提琴女神！拜托你，不要，不能拉着我会死的，我会死的。那你就去死啊！丧葬费我来出嘛。希月，沈叔到处瞧你疯，不如把他的骚样拍下来，发到网上，让大家都看看。孟浩，你可真是有够下贱的。不过我喜欢。你们2个来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。不要！杨头，换个姿势。不要！轻轻的拍。放开我！求求你们不要！有伤！阿离，答应和你一起过的生日，对不起，我食言了。姐，姐，姐，不要，不要！陆希月，孟浩，骨灰盒和花圈，你们好好收着，将来一定用得上。We made a choice, go fight against your fate. Pain will come with the flame. Pain will wake up the test. 在童话故事中，爱丽丝进入仙境需要怀表兔子的指引。对我而言，想要进入上流社会，孟浩的小舅舅厉明霄就是我的怀表兔子。江城太子爷厉明霄今晚会在10星级酒店举办27岁生日宴会。厉明霄出生于贵族世家，22岁接管厉氏集团，成为新一任董事长。根据最新统计，他的身价已超数千亿，隐藏资产不计其数。厉总你好，我是华盛集团的千金，可以交换个联系方式吗？公事找我助理，私事恕我奉陪。厉明霄，你到底是柳下惠还是忍者神龟？整整27年，一个女朋友都没谈过，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有请舞者上台表演。只要成为厉明霄心尖上的人，我对孟浩与陆希月的复仇，就会真正开始。一步之遥，我记得你最喜欢的曲子就是这首，看来这个女人是冲你来的。
Yeah. I've been making up excuses, stretching out the truth while I'm under your roof to stay the night. Stay the night. I can get a bit obsessed when I know we connect. I can't control my breath, but I don't mind. 想攀附权贵，要看自己配不配呀。跳这种低俗的舞蹈勾引厉总，真是不知羞耻。江城的名媛贵女，哪个不想做太子妃？厉总怎么会看上她呀？厉总，去老宅还是去公司？等等，沈小姐，沈小姐，舞蹈结束后给厉总送花是我安排的，本意是想讨他欢心，没想到害您被人嘲讽，对不住啊。没关系的，我和他不会再见了。这是我的一点补偿，还请您务必收下。沈小姐，要不要一起吃顿晚饭？我拒绝。江城很多女人都想成为厉总的太子妃，但我会是那个例外。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多少人求着想和您吃饭，您都没答应。这个女人知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机会？有点意思。想让一个男人成为你的不二之臣，必须要得到他的3颗心。第1颗心是好奇心，好奇心的产生就是游戏的开始。沈离科是江城大学舞蹈专业的学生，主修探戈，听说父母都在国外，在当地很有名望。富家千金，为什么要去酒店表演？这个我问过万豪酒店的老板，当时表演探戈的舞者吃坏了肚子，沈小姐去那儿吃饭，临时救场的。还有什么需要我现在知道的？江城大学的校长10分钟前给您打来电话，想邀请您参加优秀毕业生的颁奖典礼。沈小姐好像也是优秀毕业生之一，不过您往年都不参加，这次我帮您拒绝了。你这个特助，当的是真称职，都可以做老板的主意。厉总，您别生气，我现在就去给校长打电话，说您会参加。沈离科，你确实是个谜团，而我最擅长解谜。谢谢你，把表演的机会让给我。我本来就不想接这个私活，你替我上台，又把出场费都给我。该说谢谢的人是我。这么多！对了，我把你的学士服领回来了。那我就先走啦。再见。能不能拿到厉明霄的第2颗星，就看明天的毕业典礼了。厉总，请。厉明霄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江城大学今年的毕业典礼，有幸请来了厉氏集团的董事长厉总。厉总是你们的师哥，也是慈善家，他每年都会为母校捐赠1个亿的奖学金。以前我只在新闻上看到过师哥，没想到真人这么帅。我要是再早出生2年，说不定就能在大学里遇到他了。接下来，请优秀毕业生代表
沈离科同学上台领奖。沈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厉总，不要误会，今天的见面不是我故意安排的。沈小姐还挺记仇啊。上次的事，对不起。厉总放心，我有自知之明，配不上的东西我不会碰。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开始吧。请厉总拨穗。请厉总颁奖。沈离科，祝贺你毕业。谢谢你，厉总。厉总，我竟第一次觉得这个称呼有些刺耳。李科，大一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，现在你毕业了，可以嫁给我吗？听说盛朝阳是世家公子哥，沈离科能攀上他，可是走了大运了。学长，如果我答应你的求婚，你会让我继续跳探戈吗？当然不行，我们盛家是名门望族，我的妻子当然要优雅体面。你要是喜欢跳探戈，可以在家给我一个人跳。你是觉得我跳探戈很丢人？李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和我结婚，当一个清闲的富太太不好吗？何必要出去抛头露面？探戈这种低贱的舞蹈实在是上不了台面。探戈是世界上最美的舞蹈，不是你口中低贱的舞蹈。盛先生，你要是喜欢一朵花，就该给它阳光、雨水、肥料，让它在广阔的土地上自由绽放，而不是给它盖上一层玻璃罩，让它成为你的私有艺术品。第二颗星是胜负星，厉明霄，欢迎步入我为你精心设置的情网。说的太好了，这才是真正懂舞蹈的人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论长相、论身份、论见识，厉师哥高出盛朝阳太多了。曾经，我弄丢了你一朵玫瑰，我陪你99朵。沈离科，和我在一起，我会让你做自己，让你站在世界之上。厉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沈离科，你又拒绝我，这是你第2次拒绝我。啊？什么？你又拒绝了李明霄？我说沈小姐啊，你费尽心机的靠近他，不就是为了靠他进入上流社会吗？你2次倒数的机会怎么都放弃了？厉明霄现在确实对我有好感，但还没到非我不可的程度。李明霄这种地位的人，面子比什么都重要，想让他第3次向你低头，我看没戏。只要得到厉明霄的最后一颗心，他就会彻底成为我的掌中之物。什么最后一颗心啊？愧疚之心。李明霄这个人私生活很干净，生意也都是正路子，一点缺口都没有。你想通过他对付陆希月和孟浩，可能有点难。就厉明霄的这个小女孩，知道是谁吗？李明霄登报找过他，只记得叫小梨花，左肩上有个梨花胎记，随身带着一个梨花玉雕。来，你看，李明霄凭记忆画下来的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找到。这么堂而皇之的登报，就没有人冒认吗？谁有那个胆子啊？欺骗李明霄，那就等于主动送死。那
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那个小女孩。啊？大功告成。姐姐，再等等我，我会让陆希月和孟浩受到应有的报应。沈小姐，你是我见过最有毅力的女孩，接下来你想怎么做，我全力配合。盛朝阳那边有什么信息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拒绝他，他气都要气疯了。不过前2天我跟踪他，发现他找了几个混混，准备对你出手。这回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。不过，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。盛朝阳，我说过，我们不可能的。沈离科，我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只要你现在答应做我女朋友，你羞辱我的事，我可以当没发生。不可能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不尊重女性，不尊重艺术，就根本不配站在我身边。沈离科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上！站住！别跑！厉氏集团这个季度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00%。厉总，还是您领导有方啊！有时间奉承我，不如去开拓更多业务。我要的是300%。沈离科是想给我道歉吗？我不能太纵容他。怎么了？李明霄，救我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沈离科，怎么了？动用所有力量，10分钟之内，我要知道沈离科的驱邪位置。是。盛朝阳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敢动我一下，我告你！我爸是江城总督，你尽管去告，看能不能伤到我1根头发。你放开我！穿这么骚，不就是为了钓凯子吗？装什么贞洁烈女？小爷我有的是钱。厉明霄，你是高攀不上，不如来攀攀我啊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盛朝阳，找死！厉总，你去照顾沈小姐，我送这个人渣去警局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李明霄，谢谢你。如果我没有喜欢的人，一定会喜欢你。这是小梨花的梨花玉雕，怎么在他这儿？这块梨花玉雕，你哪来的？我从小就带着，我不记得了。小梨花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子，你爸害得我倾家荡产，老子收到赎金就弄死你！喂，大哥哥，你是不是碰到坏人了？你快走，被他发现，你也会没命的。爸爸常说，看到需要帮助的人要出手相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大哥哥，我叫小梨花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厉。小崽子，藏哪儿去了？小崽子，别让老子抓住，剥了你的皮！大哥哥，我替你开坏了，你千万不要出声。大坏蛋，不许你欺负大哥哥！你把我的肉票放走了，快说藏哪儿了？好啊，不说是吧？那就替他去死吧！小梨花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17年前，我被厉家的对头绑架，是你救了我。你是大哥哥？没错，是我。虽然我很喜欢你，但我不会强迫你做不愿意的事情。既然你有喜欢的人，我会成全你们的。我喜欢的人是大哥哥，也是你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厉明霄，我终于拿到了你的3颗心，这辈子你逃不掉。阿离，今天是我外甥孟浩的婚礼，厉家的人都会到场。我想公开我们的婚事，你觉得可以吗？都听你的。好。厉总，有2位贵客要见你。你先去吃点东西，我一会儿过来找你。好。孟浩、洛曦月，很期待你们看到我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订婚的时候，有人送骨灰盒和花圈，这件事让我成了名媛圈的笑柄。这次要是再出什么意外，这婚就不用结了。你放心吧，曦月，我在婚礼现场安排了几10个保镖，绝对没有人敢来闹事儿。陆小姐，孟先生，新婚快乐。沈叔，陆小姐，孟先生，新婚快乐。沈叔，你是人是鬼啊？不可能是沈叔。4年前，我亲眼看到他跳楼自杀了。沈叔是谁？和我长得很像吗？你们2个简直共用一张脸。你和沈叔是什么关系？怎么和他长得这么像？我的脸是我妈妈给我的。至于你们口中的沈叔，我不知道是谁。除了整容，只有双胞胎才会长得这么像。难道她是沈叔的姐妹，故意靠近我和孟浩，是来复仇的？沈叔有没有家人？沈叔是孤儿，哪来的家人？6岁那年，父母被债务压垮，跳楼自杀。姐姐为了保护我，与我约定，绝不能向外人暴露我们的关系。这个约定在今天保护了我。那看来是巧合。4年后再看到这张脸，还是令人倒胃口。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这是我的婚礼，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我要是不出去呢？陆小姐是要赶我吗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干什么？小舅舅，这个女人是来捣乱的，曦月只想把她赶出去。谁说她是来捣乱的？她叫沈立科，是我的未婚妻，也是厉家未来的女主人。她一个来路不明的野女人，凭什么做江城太子爷的太子妃啊？就凭她是我厉明霄看中的女人。陆曦月、孟浩，好好期待一下吧，接下来还有惊喜在等着你们。请新人给小舅、小舅妈敬茶。他又没有和小舅舅结婚，凭什么要给他敬茶？你不给阿离敬茶，就不算厉家一份子。我是不会认你这个外甥媳妇儿。明霄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曦月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。你突然宣布婚事，他有些意外罢了。今天厉家的人都在，给我个面子，一个称呼而已，又不会掉一块肉。让我对着那张和沈叔一模一样的脸下跪，我做不到。
西月，不要胡闹！为了庆祝你结婚，厉总给了陆氏集团1个亿的订单。作为晚辈，你要懂得感恩。我的年纪比陆小姐小，她不叫我小舅妈是情有可原的。明霄，我先下去吧。我们厉家只论长幼，不论年纪，要下也是晚辈下。要是丢了厉氏的订单，你手里的卡我都给你平了。小舅妈，请喝茶。乖。陆希月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跪在姐姐的墓前，像现在这样下跪道歉。请问现场有没有人反对这场婚礼？如果没有，那我宣布，我们反对。他们是什么人？来这干什么？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，就知道一看就有大瓜。好戏终于开场。你紧张什么？你认识他们？不认识。孟浩，你再说一次，你不认识我们？我就是不认识你们，赶紧出去，这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。你在床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们跟孟浩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他女朋友。陆希月，被人背叛的滋味好受吗？这个孟浩啊，是我见过最没品的时间管理大师，同时和7个女人约会，1周都不带重样。狗永远改不了吃屎。要不要把照片寄给陆希月？他要是看到啊，一定能气崩。不用，1个月后，孟浩和陆希月办婚礼，这份大礼将亲手送给他。孟浩，谁给你的胆子敢给我戴绿帽子？一坛还是6个！希月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只爱你一个。这枚钻戒就是证明，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紫钻，花了我1半身家，这还不能证明我对你的爱吗？孟浩，你怎么一点创意都没有？这么多年骗女人都用同一个套路，什么意思？看到了吗？我们手上的钻戒都是孟浩送的，款式一模一样，赤橙黄绿青蓝。按顺序来说，你是最小的那个。他们算是什么货色，也配跟我用同样的东西？孟浩，你怎么侮辱我？我没有，陆小姐，你有什么好高购的？收到的钻戒还不是和我们一样，9块9包邮。9块9包邮？孟浩，你的无耻还真是没有下限！我堂堂陆家千金，你竟用这种垃圾糊弄我！西月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婚戒的钱是我给孟浩的，足足2个亿，绝对不会有假。你们不信，可以找人当场来验，反正我们6个是找人验过，假的不能再假。来人，去请最专业的珠宝鉴定师来。不用了。为什么不用？只有珠宝师验过，西月才能相信你的真心啊。这枚钻戒的确是他。你说什么？我给了你足足2个亿，去哪儿了？赌马，赌输了。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！我为你安排好了一切，现在全都被你自己毁了。你们满意了？
我垮了以后，谁还给你买名牌包？你终于承认认识我们了，你的脏钱还是留着买棺材吧，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渣，活着只会祸害更多人。姐妹们，我们走。以后见着我们记得躲远点，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哼。你呀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到底谁他妈在害我？华生，今天的事应该怪你自己。你要是没惹这么多女人，她们怎么会来找你？真是自作孽不可活，我看呀，他就是活该。厉家跟陆家的脸，今天算是丢到姥姥家了。妈，别叫我妈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哼！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不听话的狗，就该宰了。孟先生，同时交往7名女性，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律师是百年清流之家，从未有任何污点。你今天闹出这么大的丑闻，想好怎么应对了吗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！继续找媒体曝光，我要让江城的人都知道孟浩的丑闻。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火爆全网。孟浩，失去厉家的庇佑只是第一步，你的最终归宿是监狱。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你。我想听实话。我刚刚在想孟浩。为什么要找那6个女人？你是跟孟浩有仇，还是跟陆希月有仇？你怎么知道是我找来的？在江城，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的。李总，已经查清楚了，那6个女人确实是孟少爷同时交往的女友。还有呢？他们6个同时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，知道了孟少爷脚踏7条船的事。技术部经过破解，锁定了发件人是沈小姐。嘘，你要不想说，就可以不说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，哪怕天都塌下来了，也有我替你顶着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是因为小时候的救命之恩吗？一部分是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是我唯一爱过的女人，这是我给你的特权。李明霄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接近你，只是把你当成复仇的工具，你一定会后悔说出这番话。好了，不要有太大压力。我喜欢看你美丽、自由、鲜活的样子。谢谢你，明霄。我想要的谢，可不是这个。想亲我，就低下头。My strange addiction, you are my strange addiction. My doctors can't explain my symptoms of pain. 还不跪下给西月道歉？西月，我该死，我不是人，我不该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。西月，亲家公，我已经教训孟浩了，他已经痛改前非，希望你们能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孟浩以前
好歹有个总经理的职务，可他现在已经被逐出厉氏集团，他有哪一点配得上我的女儿？孟浩再怎么说也流着一半我的血，只要我不死，厉氏集团就会有他的一份。我知道你和厉明霄是同父异母的姐弟，可厉氏集团主人是厉明霄，而你只是一个挂靠的董事而已，更何况还是个女人，能翻出什么浪花？不要小看女人，她能让你生，也能让你死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厉明霄亲手把厉氏集团送给你。那就等到那天到再说吧。我可以等，就怕西月的肚子等不了。听医生说，她如果失去这个孩子，这辈子不会再怀孕。还是妈的主意好，在安全套上扎针眼，有了孩子就能绑死陆西域。西月，是真的吗？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，我怎么可能跟孟浩这个烂人结婚？西月，只要你不和孟浩离婚，我向你保证，1年之内，我让你做厉氏集团真正的女主人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如果我食言，我名下所有财产都无偿赠与你。看在妈的面子上，就原谅你这一次。西月，你放心，我这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明天是厉氏集团成立100周年庆典，我带你们夫妻一起去。这江城可不止他厉明霄一个人姓厉。不愧是厉氏集团，今天来的都是难得一见的大人物。西月，有了陆氏与厉氏2大家族的加持，你现在可是江城让人羡慕的第2个女人。第2，第1是谁？当然是厉明霄的未婚妻了。外甥，外甥媳妇，看来你俩和好了。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就不用您操心了。作为长辈，当然要关心晚辈了。今天是厉氏集团成立100周年的大日子，你俩可别再闹出什么笑话，再让厉氏丢人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都已经处理好了。他现在没有和小舅舅结婚，就是个外人，跟他解释什么？见沈的果然都很擅长爬男人的床。那个谁来着？哦，对了，沈叔。4年前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到处勾引男人，只要给钱，谁都能玩。你们2个长这么像，不会都是狐狸精转世吧？难怪大老远的就闻到一股骚味。我们2个可是江城名媛，你居然敢打我们！舌头不要了就捐了，不要满嘴喷粪。你父母不教你怎么做人，我教。贱人，真以为攀上厉明霄，我们就不敢动你吗？你敢动我一个试试，看我未婚夫来会不会放我？真不要脸，靠勾引男人上位，你有什么好自豪的？靠男人上位怎么了？他也是我自己的本事。不是他勾引我，是我勾引他。我对李小姐一见钟情，我费尽心机才把她勾引到手。小舅舅一向不近女色，今天竟然当众说出这么肉麻的话，看来这个沈离科还真有点本事。你说这些做什么？除此之外，阿离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不敬。这颗红宝石戒指是厉家历代女主人的象征，有了它，江城所有人都会替你号令，包括我。走。沈离科，你给我等着！1年之后，这枚戒指就会属于我，你和厉明霄将会成为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。欢迎大家来到厉氏集团成立100周年庆典。接下来，请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为我们跳开场舞。怎么回事啊？
伴奏怎么还没开始啊？不好意思各位，负责演奏的大提琴手伤到了手，无法进行表演。厉总，你看，立刻找新的大提琴手。不用这么麻烦。听说陆小姐是大提琴女神，在网络上特别有名，不如让她来演奏怎么样？没错，4年前蓝湾大剧院举办了原创大提琴曲谱比赛，陆小姐原创的《蝶恋》得了金奖。蝶恋，名字很美。凌霄，我们舞伴用的这首曲子就用这个好不好？陆小姐，麻烦你。怎么办？我根本不会拉大提琴，蝶恋的曲谱也是我从沈叔那里偷来的。西月，这是个很好的露脸机会，对你来说轻而易举。我也想露脸，可是我真的不会啊。陆小姐，这是不愿意？我今天身体不舒服。你早上吃了半只鸡，哪里不舒服？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看来是我们厉氏集团级别太低，不配让陆小姐亲自演奏是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陆小姐是不想还是不会？你是大提琴女神，莫不是连琴都不会拉吧？我当然会拉。事实胜于雄辩，只要陆小姐演奏出蝶恋，这一切怀疑就会不攻自破。混也是死，进也是死，赌一把吧。他到底会不会拉琴？3岁小孩拉的都比他好。这个陆西月怎么回事？好歹在音乐学院学了4年大提琴，怎么拉出来的全是噪音啊？哎呀，我的手！小舅舅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手受伤了，不能再演奏了。陆西月，别想这么混过去。你从我姐姐那里夺走的东西，我会让你全部吐出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西月，这就是沈叔刚创作的大提琴曲谱。蝶恋，这么俗气的名字，这份曲谱真能获奖。沈叔非常有大提琴天赋，每次比赛都是第1名，他写的曲谱绝对能拿奖。那就好，只要我获得大提琴金奖，那大提琴女神的称号就是我的了。陆西月，你这种行为是侮辱艺术，更是侮辱了我们蓝湾大剧院。平时营销大提琴女神、艺术家的称号，原来都是假的。这种没人品、没底线的人，就该被封杀。这不是真的，到底是谁？谁在这里诬陷我？你们谁害我？啊，西月说的没错，就是有人栽赃嫁祸，大家千万别相信。陆小姐，如果你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不如现在就把蝶恋的曲谱写下来，然后申请笔迹鉴定。我手机里有蝶恋的照片，可以现场进行比对。老婆，今天来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你赶紧把曲谱给我写出来，别给我丢脸。我的手受伤了，一个小口子而已，不影响你拿笔。你今天写出来，此事就此结过。你要写不出来，你们俩同罪。厉总，你不能这样。蓝湾大剧院隶属于厉氏集团，我不允许有任何污点。来人，把纸和笔拿上来。请吧，陆小姐。我们全都找。这个视频是真的。4年前，陆西月嫉妒沈叔是人人追捧的大提琴女神，就让我们去偷沈叔原创的曲谱。
我们都是被陆希月逼的，他拿陆氏集团压我们，我们不得不听他的话。其实他连五线谱都不认识，大学毕业证也是他找人伪造的。你们两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当初从我这拿钱的时候把我当神，现在事发了就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。事发，看来陆小姐承认这段视频是真的了。不是，我刚才说错话了。陆希月这个蠢货，我怎么会找她当儿媳妇儿？全完了，我李彤的脸今天全都丢尽了。李院长，盗窃他人作品参赛，伪造学历，应该怎么处置？我宣布，收回陆希月所有的奖杯和学历证书。陆希月本人不得参加蓝湾大剧院的任何活动。沈离科，是不是你？是你做的这些事？闭嘴！不能这么跟小舅妈说话。你给我闭嘴！沈离科，你肯定是被沈叔附身了，所以才想要害我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我是陆家的千金，厉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，你永远不可能赢我。厉氏集团的女主人就我太太一个，你刚和孟浩结婚，就想着夺权？姐姐，你这儿媳妇也心不小啊，还是说这是你教的？怎么会呢？厉氏集团在你的管理下才能有今日辉煌。我就是有再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夺权。那就好。厉氏集团不允许有二心的人。这场典礼，你们一家人不适合待在这儿，回去了好好休息，好好正一正家风。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我肚子里是厉家的金孙，厉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，我凭什么要走？你记错了吧？你的丈夫姓孟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只能姓孟，他怎么会是我厉氏的亲孙？我婆婆是厉家人，我这个孩子也有一半厉家的血脉，我怎么就不能？闭嘴！你想害死我们母子吗？走，跟我回家。好了好了，这大喜的日子，不要因为这件小事搅了大家的好心情。我年轻的时候也学过大提琴，让我来为董事长、董事长夫人伴奏。厉先生，你护妻的样子太帅了。厉太太，我身上还有很多优点，你可以慢慢挖掘。没用的废物，在厉明湘面前你屁都不敢放一个，拿什么让我当厉氏集团女主人？你还好意思说我偷沈叔的曲谱，伪造毕业证？你连五线谱你都不认识？要不是你姓陆，我才不会娶你。好你个孟浩，你一个赘婿的儿子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杀了你！放手！我的孩子，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哦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孩子没有保住。陆小姐体质太弱，以后再也不会有孩子。爸，你怎么照顾我女儿的？明知她身体不好，你还惹她生气？是他先惹的我。要不是他和我抢方向盘，也不会发生车祸。你还敢顶嘴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就算再生气，孩子也回不来。亲家公，你放心，就算希月不能生孩子，我和孟浩也不会嫌弃他。最好是这样，要是让我知道他在你们家受了一丝委屈，
饶不了你们！妈，陆希月不能生孩子，我真要守着她过一辈子。等陆昌明帮我在厉氏集团站稳脚跟，陆希月就没有利用价值。到时候你想离婚还是丧偶，都随你。至于孩子，只要不让陆希月发现，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，妈给你养。妈，你真好。姐姐，我把奖杯给你拿回来了。孟浩被逐出厉氏集团，而陆希月身败名裂，但这仅仅只是开始。你要他们失去所有，生不如死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陆希月流产了。莫道因果无人见，远在儿孙近在身。有孟浩和陆希月这样的父母，他不来这世上是他的福报。可陆希月和孟浩都不是傻子，他们肯定已经察觉你是冲着他们来的。他们要是反击，你打算怎么应对？只要还有白月光这个身份在，孟浩和陆希月就动不了我。明晓，你真的愿意让我去蓝湾大剧院当探沟首席啊？为什么不愿意啊？很多普通的男人结了婚就是想妻子在家相夫教子，就是不想自己的妻子出去绽放光彩，这样的就是俗称的占有欲。那都是骨子里不自信的男人。谁说女人结了婚就一定要围着灶台孩子转？妻子的成就才是丈夫真正的荣耀。那你就不怕我遇上更优秀的男人啊？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优秀。厉先生，你是不是太自信了一点儿？你不喜欢？你每一个样子我都喜欢。我沈离科非你不可。阿离，我上辈子一定做了许多好事，这辈子才会遇到你。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？当然了，我爱你，就会爱你的全部。除了姐姐，厉明霄是第二个无条件相信我、对我好的人。明霄，原来厉明霄还有这么温柔接地气的一面。江城太子爷亲自为我做早餐，说出去肯定没人信。在别人看来，我是江城太子爷，但在你这儿，我只是厉明霄，一个仰望你的平凡男人。尝尝。真甜。你喜欢吃的话，我以后每天都给你做。啊，上班快迟到了，先去洗漱。啊，我陪老婆一起洗漱。上啊！记得给我加鞋。会不会玩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玩游戏？我现在是无业游民，你现在孩子也没了，我不玩游戏我干啥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俩之所以这么倒霉，都是因为沈离科。你什么意思？动动你的猪脑子吧！
自从沈离科出现，你被逐出历史，而我成为了江城最大的笑柄。我有预感，就是冲着咱俩来的。我们无冤无仇的，为什么要针对我们？你是单细胞生物吗？你脑子不会转弯？咱们两个被逐出历史，沈离科就能多得2份家产。哦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们呢。那沈离科真是够心机的呀。我们两个得想个办法，把沈离科从厉明霄身边赶走。这怎么干啊？小舅舅看他跟看野猪子似的，谁敢动他？他之所以能得到厉明霄的宠爱，是因为他是救命恩人的身份。可是，如果他不是呢？哎，老婆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啊？这个女人叫做易欢，我找人调查过，她才是厉明霄真正的救命恩人。什么？这沈离科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冒充小舅舅的救命恩人！厉明霄最讨厌的就是背叛。等他知道沈离科的骗局，到时候不用咱们出手，厉明霄就会亲自弄死沈离科。到时候就又能重回历史。那老婆，你太厉害了！沈离科，到时候就让你代替我，成为江城最大的笑话。我陪你进去啊。不用，董事长亲自送我上班，怕吓到同事。我晚上来接你。好。去公司。等一下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给夫人送包。原本以为厉总就是个不近人情的大冰山，哼，没想到遇到了夫人，竟变得这么温柔体贴。哎，想必大家已经接到厉总通知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她，沈离科女士，会担任我们蓝湾大剧院的探戈首席。大家鼓掌欢迎！能和董事长夫人做同事，我们也太幸运了吧？什么董事长夫人？她呀，就是个仿冒别人身份的捞女。孟浩、陆希月，我对你们是不是太仁慈？我夫人第一天上班，你们就来找麻烦。小舅舅，你被这个女人骗了，她根本就不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他们怎么会知道？阿离身上有梨花胎记和玉雕，我怎么可能会认错？那都是他仿冒的。小舅舅，你真正的救命恩人，我们已经替你找到了。进来吧。大哥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阿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沈离科，说，你处心积虑的假冒小舅舅的救命恩人，究竟是什么企图？对不起，偷来的东西迟早要还回去。厉明霄，我们之间该结束了。沈离科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找玉石鉴定专家鉴定过了，易欢手里的梨花玉雕是上等和田玉雕刻而成，沈离科手里的玉雕就是普通玉石做成的高仿。小舅舅，
这是我去江城大学调取了沈雷科的档案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富家千金，而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底层人。我找了你这么久，你怎么才出现？我之前一直生活在国外，要不是这次回国参加画展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找我。沈离科的梨花玉雕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好，这块玉雕是我的。你左肩上不会还有一个梨花胎记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多亏了陆姐姐，我们才能够……哎呀，这没什么的，我只是不想让小舅舅被人骗而已。小舅舅，沈离科就是冲着您太子爷的身份来的，他担心我和西月会和他抢家产，还会多次设计我们。您千万不能放过他。很好，沈离科，你是第一个敢欺骗我的人。来，让我们祝贺小舅舅、小舅妈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不要乱叫。明孝，我知道你是把沈离科错认成了我，才和他订婚的。我不在意的，你们还没有领证，都还来得及。我们结婚好不好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沈离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能因为什么？骗子的身份被揭露，活不起，就来打工赚生活费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儿，我马上走，不会碍你们的眼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，沈离科？你诓骗小舅舅，把我和孟浩弄得名誉扫地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觉得合适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当然是让我打你2巴掌，消消气。住手！沈离科，我会让你知道欺骗我是什么代价。哎，老婆，你觉得小舅舅会怎么处置沈？当然是剥皮拆骨，千刀万剐了。你现在很听话，别人打你都不知道躲。我做错了事情，就该认错。你欺骗的人是我，其他人没有资格伤害你。李明霄，我骗了你，你不生气吗？我在等你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我要听你亲口说，你伪装成小梨花接近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金钱、名声、地位，还是其他东西？真相本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让对方相信什么样的真相。4年前，你到江城大学捐赠奖学金，我就坐在下面。我对你一见钟情。所以我们相遇的一切，都是你设计好的。感情之间本来就不存在阶级问题，你身在云端，我只能用谎言编织登云梯，一点点靠近你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信不信由你，能短暂的在一起，我就没有遗憾了。现在梦醒了，我该回到自己的位置。祝你和易小姐永远幸福。厉明霄，再见。
沈离珂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敢骗我的人，你必须要付出代价。你好。我们要领证。好的。李明霄，你说的惩罚是结婚？你偷走了我的心，你得负责。可是，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和你结婚，是因为爱，不是报恩。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。这位先生，你强迫女方结婚是犯法的。没有逼迫，我自愿的。好的。李明霄，我才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怎么能和一个骗子结婚？我会用其他方式来补偿你。我不想要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和你结婚。我不管，你们快离婚！我是不会跟爱的人离婚的，我爱的人是沈离珂。叶小姐，感情的事勉强不得，以后我会和明霄一起报答你。谁要你报答？李明霄，既然得不到你的人，那我要5000万。救命之恩，5000万不多吧？我会让助理把钱打到你银行卡里。一个是忘恩负义的小人，一个是不知羞耻的女骗子，还真是绝配。你们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我浪费时间。哼。终于把沈离珂这个贱人从厉明霄的身边赶走了。妈，那我是不是能回厉氏集团上班了？厉明霄第一次被人骗，肯定无心处理集团的事。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，把你名正言顺的迎回厉氏。谢谢妈。哼。你说什么？妈，怎么了？厉明霄和沈离珂领证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沈离珂他就是个骗子，厉明霄怎么可能跟他领证？老婆，跟这个离婚打电话。喂，易小姐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有个消息，你是不是还不知道？厉明霄和沈离珂领证了。我知道，我们以后不要联系了。我今天就会出国。喂，沈离珂，就算你侥幸逃过一劫，我还有的是办法对付。厉氏集团真正的女主人，只能是我。厉夫人，恭喜你啊，终于得偿所愿。厉夫人，恭喜你啊，得偿所愿了。我要谢谢你，阿华，愿意帮我。爸，你帮我查查沈离珂，这个女人处处透露着诡异，一定有问题。你放心养病，我一定好好的帮你去调查沈离珂。我早就说过，陆希月已经开始怀疑你了。陆家有些势力，虽然你抹去了过去的痕迹，但是做不到万无一失啊。冒充厉明霄白月光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哑雷，哪怕陆希月不去查，我也会找机会引爆他。你有主意了？欢欢，阿离，自从孤儿院一别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。我好想你啊！我也好想你。哎，对了，阿离，你在电话里说有事情要我帮忙，是什么事啊？我想请你扮演厉明霄真正的白月光。我只是一个餐厅服务员，我不行的。我会帮你的，事成之后我会送你出国留学，去完成你的绘画梦。行，我听你的。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让我演这么一出戏？
你和厉明霄分手的时候，我吓得心脏都快蹦出来了。我要让厉明霄确定，他爱的是我沈离客本人，而不是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小梨花。这样一来，等真正的白月光找来，厉明霄也不会舍弃你。阿离，你真的好聪明啊！对了，这个玉雕还给你，这是你花了好多钱买的。真是可笑，物品的真假，却能确定一个人身份的真假。我可以确定，厉明霄是真的爱你，你以后不用再担心了。但愿吧。卡里有300万，我给你的报酬。厉明霄已经给了我5000万感谢金了，足够我出国留学，完成我学绘画的梦想。这些钱你自己留着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可以应个急。谢谢你，阿欢。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阿叔报仇，但我希望你不要毁了自己的幸福，好好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会的。我今天就要出国了，以后再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。好。阿离，照顾好自己。再见。再见。陆希月，孟浩，真正的噩梦即将开始。这一次，我会亲手把你们送进地狱。厉太太，新婚快乐。我为了接近你，耍了很多手段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心急？你肯为我花心思，说明你很在意我。我为了得到你的关注，也用了一些小手段。我们是同类人，都是狐狸，最相配。厉先生，谢谢你选择了我。你为了来到我身边，一定吃了不少苦。往后余生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I've been making up excuses, stretching out the truth while I'm under your roof to stay the night, stay the night. I can get a bit obsessed when I know it. 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还能带上他。你是我的人，他只会属于你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允许把戒指摘掉。我答应你。明霄，我俩结婚了，你是不是应该送我一件礼物？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个孩子。这个礼物我也想要。我刚做的，尝尝。怎么了？胃不舒服吗？我带你去医院。我没事。怎么会没事啊？你都吐了。给你。这什么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阿离，你怀孕了？我这不是做梦吧？疼吗？疼！我真的不是在做梦。恭喜你，厉先生，你要当爸爸了。太好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下来，小心孩子。对不起，阿离，我太开心了。
明霄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我都喜欢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只要是你生的，都是厉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最新报道，厉氏集团董事长厉明霄把30%的集团股权转到了厉太太名下。2个月后，两人会举办正式婚礼。我还听说沈离科怀孕了。沈离科这个下贱胚子，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？先是跟厉明霄领证，现在孩子都有了。不行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你得想想办法呀！小舅舅有了自己的孩子，那厉氏集团就没有我们的立锥之地了。慌什么？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有翻身的可能。等，又是等，你们能等，我可等不了。现在找个人开车撞死得了，一了百了。不行，为什么？沈离科把我和孟浩害得这么惨，我弄死他我都咽不下这口气。我同意西月的想法，在沈离科没出现之前，我一直要冯德峰要雨得雨。自从他出现，我喝口凉水都塞牙缝。不会说话就闭嘴，别在这儿拱火。妈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就是实话实说呀。再不闭嘴，我还抽你。西月，你放心，你们的仇我都记着。3天后是厉老太太80大寿，我会想办法为你们出气。厉老太太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，大家随意。奶奶，这位是孟浩的新婚妻子陆西月。他们结婚的时候，您在国外养病啊，我今天特意带西月过来给您瞧瞧。不愧是大家闺秀，穿着打扮气质都是上乘。太奶奶，这是我和孟浩特意为您挑选的寿礼，顶级祖母绿项链。好，我喜欢，你们真有心啦。奶奶，您的寿宴快开始了，凌霄夫妇怎么还没来呀？他们不来也好，我还能多活几天。奶奶，我和阿离来为您祝寿了。我这里不是动物园，不欢迎狐狸精。奶奶，这话过分了。我过分？还一个没有身份、没有背景的骗子！如果不是靠着狐媚手段迷了你的魂，你怎么能和他领证结婚？奶奶，我爱的是阿离这个人，而且我能管理好厉氏集团，不需要妻子杨家人的助力。你给我出去！这里不欢迎你！奶奶，我肚子里怀着您的重孙，你确定要让我出去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是啊，奶奶，已经3个月了。看在我重孙的面子上，你就留下来吧。明霄，我头有点晕，想去休息一下。去吧，你先去休息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想靠肚子里的孩子夺走厉氏集团，沈离科，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沈离科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啊！这才几个月的时间，就从最底层的野鸡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野鸡变凤凰，那是我的能耐。汪太太，你信不信我能让凤凰变野鸡？沈离科，你少吓唬人！你就是爬得再高，骨子里流的也是底层人的血，这一点你永远无法改变。是，我是底层人，可是我怀的是厉氏的血脉，母凭子贵，等孩子出生了，他就是唯一的厉氏继承人。继承人？你有那个命吗？
你没听过一句老话叫做“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”。一个人承受了他不该有的富贵，是会没命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奶奶，这辈子我只会选阿离一个人。如果你不让他进门的话，我就出家去当和尚去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把你迷成这样？他是有心机有手段，这正是他的生命力所在。从小到大，接近我的人不是为了钱，就是为了权力。但阿离不同，他是为了爱情。你怎么就知道他没有撒谎？他爱我，这一点我是知道的。唉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你们办婚礼的时候，我去就是了。谢谢奶奶，我这就去找阿离，把这好消息告诉他。去吧，去吧。阿离，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是厉太太从楼梯上摔下来了。糟了，我的重孙！哎呀！阿离，怎么样？孟浩、陆希月，你们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沈小姐，你真的要走这步险棋吗？我是多囊体质，很难怀孕。想借厉明霄的手击垮孟浩、陆希月，就必须用假孕这一招。明霄，我肚子好痛。怎么从楼梯上摔下来了？孟浩，孟太太，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们了？你们要这样把我推下来？你们怎么敢？没错，就是我们把他推下去的。孟浩、陆希月，你们这么做就没想过后果吗？小舅舅，你又被这个狐狸精给骗了，她根本就没怀孕。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假怀孕的事？沈离客，这就是我送给你的大礼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惊喜？让你查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我查了江城所有医院，发现没有沈离客的就诊记录，她可能是假怀孕。哼，我就知道她没有这么好的命。把这个消息告诉少爷少夫人，让他们在寿宴上配合我，送沈离科一份大礼。是。哼。哎，沈离科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按假孕争宠！阿离不会做这种事。明霄，为了打消奶奶的疑虑，还是当场让医生验一验。我记得奶奶有一位姓汪的中医朋友。汪大夫。啊，老夫人。麻烦你，我们厉家容不下诡计多端的小人。厉太太，老夫为你把下脉。明霄，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奶奶，阿离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诋毁她。做贼才心虚，你若是心里没有鬼，那就让汪大夫给你把脉。不管阿离有没有怀孕，她都是我的妻子。阿离，我们走。今天你不验，我就把你和厉明霄一起赶出厉家。回验。啊。陆希月、孟浩还没有遭到报应，我不能现在就放弃。明霄，如果我做错了事情，能不能原谅我一次？沈离科，你终于知道害怕了，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孩子，就骗走了小舅舅手里30%的股份，你不会觉得良心痛吗？股份是我给阿离的，跟孩子没有关系。汪大夫，你可是江城有名的医科圣手，她真没真怀孕，绝对逃不过您的法眼。快说，沈离科到底有没有啊？
来人，把沈离科这个假孕争宠的骗子拖出去！来人，把沈离科这个假孕争宠的骗子拖出去！等一下，刚才老夫摇头，是因为脖子有点酸痛，并没有说厉太太没有怀孕。黄大夫，你的意思是？老夫人，恭喜你，你孙媳妇儿她真怀孕了。她刚才从楼梯上摔下来，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？哦，厉太太从楼上摔下来的时候啊，手护住了肚子，孩子没事。为保万全，还应该去医院具体的检查一下。我真的怀孕了。我阿离真的有孩子了。不可能，沈离科根本没有出诊记录。阿离告诉我，他担心有人会对他肚子里的孩子下手，所以我们在省外做了检查。看来不是没道理。小舅舅，你可千万不要误会，我只不过是比较关心厉家子嗣而已。西月，你是不是失忆了？你刚才亲口说，是你把阿离从楼梯上推了下来。小舅舅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饶我一次吧。这都是厉童逼我们干的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。有烦就罚他吧。你们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，我要被你们害死了！厉童，这么多年，你想谋权的心思一点都没有减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厉氏，我是怕你再被骗了。厉童，你把我当傻子是吧？你处处针对阿离，无非就是不想多几个人和你争家产。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厉明霄名下所有财产，包括陆氏集团，一分钱都不会分给你们。奶奶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身上也流着厉氏的血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自作孽不可活，每个人犯了错都要自己买单。明霄，这事儿你看着办，我绝不干涉。从此以后，厉童、孟浩、陆希月，你们不再是厉家人了，你们将从族谱中被去除。完了，这全完了。宝宝，谢谢你保护了妈妈。我送你去医院。宝宝，对不起，妈妈不知道你来了，才会做那么危险的事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好。怎么样，肚子还疼吗？吃了药，好些了。医生刚刚打电话过来，说你需要静养，情绪不宜波动太大。我会的。阿离，等你养好了身子，我们就举办婚礼，好不好？姐姐的仇还没有报，我有资格获得幸福吗？妈，老婆，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！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想办法，想办法，就知道让我们想办法。怎么看上你这么没用的男人？我是没用，你也聪明不到哪儿去。我们现在就是老瓜落在猪身上，谁也别嫌弃谁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早知道有今天，我早就该跟你离婚。先别说历史女主人了，我毛都捞不到了。喜悦，爸，我快没脸活着了。亲家，是沈离科搞的鬼，我们三个被他算计了。唉，你们知道沈离科为什么针对你们吗？不就是为了厉氏的家产，还能为什么？唉。这是我找人查到的，沈离科就是沈叔的双胞胎妹妹。双胞胎妹妹？我说呢，怪不得我第一眼见到沈离科我就觉得恶心，原来是沈叔那个贱种的同胞姐妹啊！哼，4年前我们霸凌了沈叔，逼他跳楼自杀，沈离科这是找我们报仇来了。4年前我能弄死沈叔，4年后我照样能弄死沈离科。她们两姐妹
都注定死在我手。有请新娘登场。姐姐，我今天结婚了。如果你在，我一定更幸福。阿离，你真美。我宣布，厉明霄先生与沈离科女士的婚礼正式开始。厉太太，我承诺成为你的依靠，分享你的快乐与痛苦，忠诚一辈子，直至生命的尽头。厉先生，我愿支持你的事业，分担你的烦恼，用一生守护我们的爱情。新郎现在可以亲吻新娘了。等一下。哦。今天是我和阿离结婚的日子，我不想见血，马上从这里离开。厉明霄，枉你是江城太子爷，厉氏集团掌权人，却被这沈离科耍得团团转。小舅舅，这个女人根本不爱你，她接近你就是为了向我和西月报仇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为什么要向你们报仇？西月、孟浩，事到如今也不用藏着掖着了。我们厉氏的家产，绝不能被一个诈骗犯霸占。我又没做错什么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4年前，沈离科的双胞胎姐姐沈舒，在学校乱搞男女关系，被我和孟浩给揭露了。沈叔觉得没脸做人，就自己跳楼死了。沈离科就是为了报复我们，还会故意接近小舅。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。陆希月、孟浩，你们该死！把照片拿给你小舅舅看。阿离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沈离科，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，撒谎可是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，这2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真是讽刺。这么说，你都承认了，你不爱明霄，只是把他当成你复仇的工具。他们说的没错，我是沈叔的双胞胎妹妹。我接近厉明霄，就是为了向陆希月、孟浩报仇。你撒过多少谎？你为什么接近我？我全都不在意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：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爱。4年前，我姐姐从天台跳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爱了。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姐姐报仇。我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你，没有爱过你。我不相信，你要是不爱我，为什么要怀我的孩子？这只是一个棋子，你是我复仇的大棋子。我一开始就是在利用，我不爱你。阿离，被你利用，我心甘情愿。你不爱我也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你时间，让你重新爱上我的。厉明霄，你怎么这么下贱啊？这世界上是没有女人了吗？你非缠着沈离科不放。你给我闭嘴！这是我和阿离之间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插嘴。奶奶，不是我诋毁明霄，他为了一个女人疯到这种地，以后怎么管理厉氏集团？厉氏的掌权人必须断情绝爱。厉明霄，你真的为了这个女人背叛厉氏？我会召集股东大会，解除你董事长的身份，
另立新的掌权人。你以为我会在乎这些事吗？李明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，从一开始就不可能。离婚协议我会签好，寄给你。沈离科，你挑拨离间搅得厉氏鸡犬不宁，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让他走！哎，没事吧？沈小姐，李明霄真的很爱你，刚才你又何必故意说那些绝情的话呢？他只有和我彻底断绝关系，才能不受牵连。你在干什么？陆希月和孟浩已经失去了一切，你又怀上了厉明霄的孩子，我们的复仇该结束了。放弃复仇？你问问小雨，他同意吗？我的宝贝女儿，在我姐姐去世之前，小雨是孟浩和陆希月霸凌的对象，还被孟浩那个畜生给糟蹋了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沈小姐，我欺骗了你。其实我一直没有忘记复仇，我只是想让你过上正常幸福的生活，然后就去找陆希月和孟浩同归于尽。你放心，我会亲手将他们送进监狱。你故意泄露自己的身份照片，就是为了保全厉明霄，对吗？他是无辜的，离开我，他才能过得更好。那丽彤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把你收集到的证据交给警方吧，就算是给他的歉礼。阿离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厉明霄，你看看你现在是啥样子？你到底还要颓废到什么时候？沈离科就是个诈骗犯，你为了他劳神伤心，不值得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情种祸胎，不堪大用。哼！奶奶，事情都查清楚了，我和孟浩是不是可以回厉氏了？你们三个都回来吧，以后厉氏集团的事就交给你们来打理了。谢谢奶奶。太好了，老婆。哼，厉氏集团的女主人，最终还是我陆希月。丽彤是哪位？我就是。我们是江城公安局的，现在怀疑你和10年前厉家的一起故意杀人案有关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你说什么？你说的是关于我父母的车祸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的是关于我父母的车祸案？没错，10年前厉家长子一家3口外出旅行，一天遭遇车祸，只有你一个人活了下来。昨天我们收到了一段匿名视频，表明丽彤是故意买凶杀人。你们肯定搞错了，不是我，我怎么可能害我的父母啊？视频在哪儿？我有权知道真相。我爸和厉明霄母子外出旅游时会经过这条路。厉总的意思我明白，我这就安排杀手把他们全部弄死。不用。我要的
是神不知，鬼不觉，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比如雨天路滑，意外爆胎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你们一家3口就安心上路了，我就受点累，替你们接管厉氏集团。哼！是你干的！明霄，你可千万别生气，这视频肯定是伪造的。技术部门验证过视频，没有伪造痕迹，看拍摄角度，应该是杀手偷拍的。你这个孽畜！他可是你的亲爸，你怎么能对他这样？我才不想要他这种爸！自从我妈死后，他娶了厉明霄的贱人妈进门后，他心里就再也没有我这个女儿。还有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重男轻女，家里的所有的好东西你都留给厉明霄，我才是李氏的长女，李氏集团本来就是属于我的。你疯了！你简直没有人性！是你们先抛弃我的，我只是要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有什么错？谁要是敢抢我的东西，我就杀谁！嘿，老实点！李明霄，10年前我就该让你去死！孟浩、西月，你们要好好活着，给我报仇！走！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快叫救护车！李总，您猜的没错，是邵夫人把视频发给警方的。你故意泄露自己的身份照片，就是为了保全厉明霄，对吗？他是无辜的，离开我，他才能过得更好。那丽彤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把你收集到的证据交给警方吧。小石，我给他的签名。我就知道阿丽是爱我的。又是沈离珂，不搞死他，我就不姓陆。老婆，等等我！李总，我还找到一段视频，是关于沈叔的。那你就去死啊！丧葬费我来出嘛。西月，沈叔到处抢你风头，不如把他的骚样拍下来发到网上，让大家都看。孟浩，你可真是有够下贱的。不过我喜欢。你们2个来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。来，昂头，换个姿势。好好，换个姿势。不要。很好。轻轻的拍。红宝石有定位，找到他的位置，我现在就要知道他在哪儿。是。老婆，真要砸吗？沈离珂害得咱们一无所有，被所有人唾弃，我们就绝了沈叔的目的，扬了他的骨灰，让沈离珂痛不欲生。陆希月、孟浩，我来把你们的罪行暴露在阳光之下，接受世人的审判。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还记得这件裙子吗？这不就是一件白裙子，大街上多的是，我怎么会记得？不记得没关系，我来帮你俩回忆回忆，4年前逼我姐姐跳楼自杀的时候，她穿就是这件裙子。沈叔是自己犯贱自杀，你哪只眼睛看到跟我们俩有关系？在我姐姐黄瑶霸凌他、弄断他手的时候，把他逼上绝路，这和亲手推他下楼有什么区别？
谁叫他非要抢我大提琴女神的称号？我就是要弄死他！陆希月，对你来说，人命就这么不值钱是吗？像你们这种下层人，出生就是跟我们取乐的。沈叔能死在我手里，是他的荣幸。闭嘴！闭嘴！闭嘴！不许用你的脏嘴再玷污我姐姐一句！沈雷克，当初霸凌你姐姐的主谋是陆希月，跟我没关系，你放我一马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。你敢说这些照片不是你拍的？我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我当年年少无知，就是觉得好玩，我没想到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你是没用的废物！沈离科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即使没有了历史的庇护，也是陆家千金。不好意思，陆昌明贪污受贿已经立案了，陆氏集团破产。是你做的是不是？沈离科，我要杀了你！陆希月，原来你也知道害怕。沈离科，我就只是拍了几张照片而已，罪不至死啊！沈离科，饶了我吧，我以后绝对不这么干了。你犯的罪，就算是死1万次，也还不起。我女儿就是被你这个畜生害死的。我压根不认识这个人呐，大哥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不认识？你不记得？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宝玉刚上大学那年，你看她长得漂亮，多次死缠烂打，多次追求的无果，你就把她强行拉到篮球房，玷污了她。小雨怀孕，我想带着她去报警，可是你妈却找了上来，拿我的命威胁小雨，逼小雨签下谅解书。后来小雨得了抑郁症，割腕自杀了。你该不该死？大哥，误会都是误会，谁年轻的时候还没犯过错？不过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女儿，她要是还活着，我一定娶她。呸！大哥，你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腐烂发臭的垃圾！你还我女儿命来！停手！沈离科，你想治我们的罪？别做梦！4年前，所有的证据都被我们销毁了，就凭地上这几张破照片，你拿什么治我们的罪？对，谁能证明这照片是我害的？无耻之友，和你们多待1秒我都觉得脏。你们刚刚说的话，已经通过直播传给了全世界。陆希月、孟浩，你们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完了，全都完了！我不想坐牢。笑什么？我笑我自己太傻，早知道有这个下场，我就多睡几个女孩了。反正早晚都是坐牢。老东西，你知道你女儿在我身下的时候说了什么吗？给我闭嘴！她哭着喊着对我说：“爸爸救救我，爸爸救救我！”真是好可怜呐！哼！沈小姐，你快走！大元哥，警察在来的路上，他们逃不掉的。坐牢太便宜他们了，我不会让他们有任何苟活的可能。好好活着，带着我的那一份。大元哥，不要为这2个人渣毁了自己的一生。沈小姐，放手！哎呀！
带走，走，走。厉明霄，你怎么来了？阿离，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早点发现的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我利用了你的真心，毁了你对我的信任。这些我都不在乎，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。厉明霄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接下来换我来守护你。阿离，你是自由的飞鸟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，一定要记得，不要回头看，要一直往前飞。姐姐会在终点等你。如果你女儿还活着，我相信她一定不愿意你赔上自己的人生。悲剧应该终止，不应该延续。小雨，爸爸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会做傻事。你不是想环球旅行吗？爸爸会带着你，一起完成这个梦想。孟浩、陆希月被判了死刑，姐，你可以安息了。姐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照顾好阿离，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沈小姐，这两样东西是我在整理沈书遗物的时候意外发现的，这里面的内容你应该感兴趣。梨花玉雕，阿离，难道你真的是？阿离，明天是我们18岁的生日。有件事我一直没有跟你讲，你5岁那年不幸掉入河里，发了3天的高烧，不仅失去了5岁前的所有记忆，连你的梨花胎记也消失了。我害怕是你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所以一直没有提起你的一切。这个是我们出生的时候爸爸为我们刻的玉雕，明天我就把它给你。阿离，明天是我们俩的生日，姐姐陪你一起过。黎明霄，对不起，我把你忘了。没关系，虽然你忘了我，但你还是来到了我身边。未来的每一天，我们一起度过。